听四月说中文。Hello，大家，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在台湾打工赚钱的事情。你知道在台湾打工1小时能够拿多少钱吗？打工有可能比正职赚的还要多吗？一般人出社会之后都会找一份正职的工作嘛。所谓的正职呢，就是正式的职业，像你可能是工程师、上班族或是医生等等。而它的相反就是兼职，又可以称为兼差，就是上班时间不固定，甚至薪水也不固定，需要配合公司需求的工作。不过兼差和打工又有一点不同哦。打工的话，主要是领时薪，1小时有固定领多少的钱，通常都是以完成当下的工作为主，时间到了就会结束工作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聊的工作类型。而打工这件事呢，在台湾算是蛮流行的。台湾因为服务业和餐饮业很多，在台湾找到一份打工并不是这么困难，很多都是需要靠劳力来换取薪资的。有些则可能需要一些文书处理啊，重复性质高的工作，也甚至有需要专业技能，但不需要你每天都来支援的打工工作。非常适合在学的学生在下课、假日啊，或是没有课的时候去赚一些零用钱。有些则是因为家里的经济关系，想要透过打工帮助家里，甚至支付自己的学费等等。总之呢，打工这个经验对很多学生来说并不陌生。然而，我觉得近年来打工却有中高龄化的现象，有越来越多人选择打工，而不是去当正职。原因当然有很多，无论是不想承受正职会带来的工作压力，或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弹性等等，都有可能是选择打工的一个动机。我身边也是有人可能结婚了，而选择打工来补贴家计，压力不仅没有这么大，在照顾家庭上也有一些弹性，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么在台湾打工通常可以领到多少钱呢？以目前台湾政府的规定啊，工读生时薪是1个小时176元，大约5.35美元，甚至到明年后会涨到183元，大约5.66美元。要说这样的时薪高不高呢？我其实觉得相对来说算是不错的。我以前曾经有在餐厅啊、图书馆啊和漫画店这些地方打过工，当时曾经有领过75元1小时，到后来也涨到115元。虽然说有所谓的通货膨胀，因此工时会涨是很正常的。不过由于刚刚有说到嘛，因为台湾需要打工人员的行业大多是服务业啊、餐饮业等等，而且很多只是一间小小的店，需要人手。以这样1小时176元的价格来说，感觉对于一些小摊贩还蛮有负担的。不过这也算是请打工人员的好处，因为这些行业可能到假日才比较忙，这时再请打工的人来上班帮忙，在人事的花费上就可以更有弹性。像我以前在漫画店打工啊，其实如果你有去过漫画店，就会知道，平常可能没有什么人会光顾，只有在下班或是假日时间比较多。而借阅一本漫画的钱大约才5元到10元台币，一整天下来有时候都没有赚到什么钱呢。想象如果这时候你要每小时付给一个员工将近200元的薪水，那这间店势必一定会倒闭的啊。说真的，最后也真的倒闭了。不过因素有很多，只是我是拿这样的打工形式和领到的薪水当做一个例子。对于有些行业来说，就是会觉得负担蛮大的。也就因为台湾的政府有不断的在提高打工人员的时薪嘛，因此有些人就会开始比较哦，打工和当正职究竟哪个比较赚呢？以台湾政府规定，正职的最低薪资是26,400元，
大约是美金816元。如果以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来说，时薪其实计算下来是比较高一点点的，给人家一种打工好像比较赚的错觉。但这其实缺乏考虑了很多事。举例来说，正职人员是有特别休假的，也就是有薪水的假期，但是打工的员工不一定有。或是正职一定会有保险，但是打工人员不一定等等。另外啊，我也想到我在打工的时候，曾经一个月突然被通知，这个月只有1天的班，当下真的很傻眼，发现自己这个月薪水非常少，要怎么过下去才好？虽然每个月有时候排的班有多有少，所以是可以预期的，但是也不至于到只有1天的程度吧。只能说这真的是打工人员的风险，也因此用打工人员的薪水和正职的薪水比较，似乎有点不太实际。最后想要提到一个最近在台湾发生的一个现象，也就是缺工的问题。即使最低薪资有不断的在调整，但似乎还是不够有吸引力。加上现在有许多个人接案的赚钱方式，尤其是 Foodpanda、Uber Eats 这种平台的兴起，越来越多人选择当自己的老板，宁可当外送员，也不想去打工。加上台湾少子化状况越来越严重，未来缺工的问题是否能被解决呢？还是大家担心的问题之一哦。总而言之，无论是打工还是当正职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压力过大。薪水固然也是相当重要，但既然有许多人选择打工这条路，代表其中一定有觉得正职无法满足的原因吧。无论是什么原因而选择了当打工族，只要能够生活的开心、满意，那么打工也是一种生活的选择。希望努力打工的大家都能开心的在自己的工作上，过着自己理想的生活哦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